久不见，好久没有对着镜头讲话了呀。好的，因为之前走完朝圣之路，其实有很多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事情。之前也在想着说，也许可以透过线上讲座啊，或是什么样的方式来跟大家分享。但是最后还是选择了拍影片，然后用比较一段一段的方式来跟大家聊一聊。想说有这些经验没有分享，好像也有点可惜，所以就跟大家聊聊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好像在讲演讲哦！天哪，我要重新重拾一下对镜头讲话的感觉。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到底走完朝圣之路，我的人生从此就大翻转了吗？其实当初会走朝圣之路，有一个小小的期待，会觉得，我在现在这个人生阶段所遇到的困难啊、问题啊，希望能够透过走朝圣之路帮我解决。为什么我会这么想呢？因为看一些影片啊，或是看电影啊，都会觉得，走朝圣之路其实是一件，蛮孤单或是一个人的事情的嘛。所以觉得好像有大量的时间可以跟自己相处，然后可以更认识自己。但是呢，事实总是跟想象有一点落差的啦。接下来想跟大家聊一聊，就是我当初在决定去走朝圣之路的状态是什么，还有我对这件事情其实还有其他的期待跟想法。那以及最后我回来之后有发生什么事吗？有什么改变吗？以及想跟大家分享我从朝圣之路当中学到的一些事情。那话不多说，就开始吧。去走朝圣之路的之前，其实我在那2年期间尝试了蛮多事情的，像是我去申请了一个欧盟伊拉斯穆斯的计划，有申请上学位，但是没申请上奖学金。算一算，可能要花200万台币，然后我就有一点退缩了，因为我原本就是抱持着有奖学金才要去读的那一个感觉。那后来呢，还有考过教育部公费留学，想要去考表演，未果，而且还考了我史上最低分8分，我还特别写信，就是请他们帮我复查，结果复查结果一样是8分呢。以及也有去考北艺大的研究所，那时候异想天开的也还考了导演组、表演组一起考，也是未果。最后还有2件事情，我觉得对现在的我而言是影响蛮大的，像是我自己做了一出自编自导自演独角戏，跟另外3位朋友一起，觉得也算是更了解自己一点，或是有说出一些自己想说的话。还有一个是我那时候加入了台大社会创新社。其实台大社还蛮有趣的，之后也许跟大家聊聊，就是有很多不是学生的社会人士其实也可以参加。那在那一个社团里面有做了关于我有兴趣的环境议题的事情，就是垃圾减量，也算是蛮有收获的，然后也学了设计思考这个方法。如果有人有兴趣，也许可以之后再跟大家分享。对，那就在做了这么多事情之后呢，不知道为什么还是会有一种我不知道未来要往哪里去的感觉。
会有一种好像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吗？可以这样讲吗？或者是说，不仅仅是十字路口，因为有很多岔路，可能也因为自己有点太贪心的关系，觉得好像什么都想做，但什么都做不好。就是处于一个这样子的状态，然后因缘际会之下知道了朝圣之路这件事情，就觉得好，透过这一个漫长的路途中，我可以很多的自我探寻，来自灵魂的拷问，很多想象，有没有？但是我有很多问题，我一定可以在这样子的情境中获得解答的。那时候是这样想的，大概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就是关于走完朝圣之路的期许，就自己其实蛮贪心的，也默默许下了3个愿望。第一个就如同刚刚讲的，就是希望可以比较找到人生的方向啊，知道我要往哪里走。因为在这之前，我觉得我好像是一个什么都很有好奇心，然后什么都碰一点，但是好像一直没有很专精的感觉。大家都说现在要梯形人才，我可能就是只有在梯的部分，横线那个部分，直线的部分就没有了。第二个期许是，因为有一个传言说，如果你走完朝圣之路之后，你的罪会被上帝赦免。那时候听到心里蛮有感触的，心里其实也怀着这样的期待，因为我觉得在自己过去的人生中，好像犯了蛮多错，伤害了一些人，所以会有一种我有罪的感觉。所以也希望能够借由这样子的方式吗，来减少我的罪恶。现在讲一讲，突然觉得有点傻，但信者恒信。第3个是希望自己更能够控制自己吧，因为我其实蛮懒散的，就是很有拖延症啊，喜欢迟到啊，很多时候会有一种我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感觉，没有办法做自己的主人。对，大概就是这些。所以希望能够找回一些自主或是自我掌控感吧。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些期待。那实际上回来之后又发生什么事呢？有都帮我解决了吗？有更认识自己了吗？相信看过前面可能走路影片的大家有发现，在朝圣之路上认识了很多人，好棒！然后大量的聊天，所以好像跟原本想象那种自我探问有点不太一样，但也不一定都是归咎于这件事情啦。也许本来在这么多年累积的习惯和状态，想用1个月30-40天就能够全部逆转，自己的想法可能也还是蛮天真的吧。所以回来最大的第一件发生的事情就是，没有那些问题跟难关好像都还在那里等着你去解决吗？像是我还是没有很明白我想要做什么。回来之后其实陆陆续续做了2份工作，但到
此时此刻录影片的现在，我又是属于一个没有正职的状态，然后正在上外语导游的课。对，我考到了外语导游跟外语领队的，考完笔试了，但是还要等暂时职前训练通过之后，我才能够有执照。有执照之后，我才能够用这个方式为生。想说试试看，但还是有很多想做的事情。这也是为什么现在正在录这个影片的原因啦。第二个是觉得罪恶感有消减了一点点，这点算是我很感谢的事情。为什么说感谢呢？因为其实在走朝圣之路的过程中，大家很多人都会问你说，不是很多人，几乎每一个都会问你说，你为什么要来走朝圣之路啊？我就会分享说，我想要找自己的方向啊，有罪恶感啊，这样。其中有一个朋友就跟我聊了蛮多的，针对我有罪恶感的这个话题，很感谢他。也许之后再跟大家分享我遇见的那一位朋友。那我觉得到最后我的感想都还是就是自己要饶过自己。所以觉得罪恶感比较减轻一点点的状况之下，好像在做出一些决定，或是踏出一些新的步伐的时候，比较有力量吧。那关于前面提到说，我想要学习控制自己这件事情，好像还是没有很成功呢。比如说现在录的这个影片呢，其实在2个礼拜之前就想说我要录，然后好不容易打完了脚本，想说我要录了，没有，一直拖延。好像永远都有比这件事情更重要的事情，但想分享这件事情也是我想做的。对，就可能还是太害怕失败了吧，很怕此时此刻在看着这个影片的大家会想很多想法啊，然后有可能根本没有人在看，也是有这个可能啦，也不一定你有看到这一边，所以感谢有看到现在的你，给自己一个掌声鼓励也要给自己谢谢，我真的是感恩各位啊。就有很多好像还是没有办法好好使用我的身体啊，我的脑袋啊，我的行为啊，就是糟糕，还是长这个样子呢的一种感觉。所以走完朝圣之路，看似好像什么都没有成长，怎么办？有啦，我深思熟虑一下，其实还是有蛮多感触的，自己能够感受到一些新的想法和新的能量在脑子里面转，在做选择啊，或是在看一些事情的时候会跳出来，想跟大家分享一下。那虽然回来之后这一些问题跟难关跟惯性都还是要去面对，但我确实也有学到一些东西。第一个是职业不是全部。很大的感触是在走朝圣之路的过程中，当然大家都还是会问你的职业是什么，但后来在跟所有的人相处的时候，觉得这越来越不是重点，因为可能
因为朝圣之路的这一个比较特殊的场域吗，或者说是路途，大家其实有一个共通点，就是我们都是朝圣者，我们都只是一个人，然后想走完这条路，就这样。所以顶多在刚开始自我介绍提一下，但后面真正在交流、在认识彼此的时候，更多的都还是关于你怎么想、你怎么看待。毕竟，我觉得朝圣之路跟人生很有关系，所以可能大家聊的话题，我自己觉得也聊了蛮多关于人生的想法吧。第二个是我发现我好像更有自信去选择自己想要的。为什么会这么想呢？因为我觉得遇到了越来越多人之后，会越可以看见，世界上好像有很多的生活方式，很多的选择，都很好。那都很好的话，那就选择自己要的吧。好像怎么样都可以。当然，我必须还是得说我很幸运。我的幸运是指，可能在一个经济相对稳定的家庭。我知道，也许很多人并不一定有这样子的环境。但我其实是想要讲的是，虽然有很多环境上的限制，但是你无论如何都还是有选择的。我是这么相信的。天哪，这样讲会不会有一点自大呢？但是这么想的。第三个学到的事情是，我发现到我选择的惯性。这件事情是发生在某一天，我在走一条有一点崎岖的路，它算是建在马路旁边的一条崎岖的小路，然后马路可能在比较低的地方，然后崎岖小路在这里。然后我就走崎岖小路的时候，透过了树林间的缝隙看到了这条马路，想说这么平，我就这样慢慢走，还比我在那边上上下下走很多树根、很多泥土，担心跌倒来得好。真是的。当我这么一想的时候，我就突然发现，原来我以往都是这么选择的啊。那个感觉很奇妙，就是你一直在惯性的做某一些事情，但因为已经习惯了，所以都没有发现。而在某一天，你好像不知道飘上去吗？就突然看见了自己。我觉得哇，我都选择了简单的路来走，所以在后来在做选择的时候，我有时候会问自己，我是不是刻意选择了一条比较简单的路？也许不一定是我想要的，但是最简单的。那要不要选看另一条呢？就跟现在来说好了，我没有正职，所以我就在想办法赚钱啊，很多新的机会啊，在尝试啊。未来
会怎么样，我也不知道。但这样子的生活形态是我过去没有尝试过的。讲好听一点是自由业啦，讲难听一点就是无业者这样子。就是这样发现自己选择的惯性之后，会有一点点改变我现在选择的方针。第4个是刚刚提到的那个罪恶感这件事情，想再跟大家聊一聊。因为跟那一位朋友聊完之后，我蛮有感触的，就是最后没有原谅自己的人都是自己。讲一讲突然难过。自己其实看了蛮多一些心理学的书啊，然后都会讲到说，其实到最后，可能挞伐自己最多的人都是自己。我其实蛮有感触的，因为自己才能够饶过自己。很多做错的事情啊，然后很多没有做的事，或者后悔做的事，都还是要由自己跨过那个坎，才能够结束这样子的罪恶感吧。现在比较可以学着当自己的朋友吗？可以这样子讲。最近看到 IG 有一个很像是动画，也是在算是倡导大家要成为自己的好朋友，仿佛我们在对待我们的好朋友一样的对待自己。也把这一个我觉得很棒的话分享给大家。最后一个是想要分享的是，学到的是告诉自己不要急，因为我其实是一个性子很急的人。很急的意思是指我可能在做什么事情都很想要赶快看到结果，或者是我很想把每一件事情赶快做完的那一种感觉。那在走朝圣之路的过程中，很有感触的是，因为我跟一群朋友一起走，我们都会讲好说，我们今天要走到哪一个城市，所以就算我走的速度跟大家不一样，我们最终都还是会在下一个地方相遇。因为我的步伐真的比较小，我永远，通常大多数90%、95%太多，都是那一个走在最后的人，所以，我就可能有一点习惯按照自己的步伐就好了的那一种感觉吧。但就像是如果把朝圣之路比喻成人生的话，我们最终都会走向死亡一途，好像都已经知道终点在这里了，我们总有一天会相遇吧，我跟其他的朋友们。觉得好像可以不用比谁先到谁后到，因为我的岁数也有点大了，很多时候会很焦虑，就是我这个年纪了，没结婚，没存款，好像也没什么事业，天哪，好像事业无成，就是一事无成，糟糕。但就会学着和自己讲就是我有自己的时区，我有自己的步伐，我有自己的速度，慢慢来，不要急。会到的。当然也不是说我就要躺平啊，什么都不做，而是把那一个
催促自己的声音调小声一点，不会让自己这么汲汲营营的往可能是大家都觉得好的那个方向前进吗？对，这是我在朝圣之路所学到的一些小小的心得，分享给大家。在这影片的最后，就是要跟全世界讲，我会继续把我想录的主题录完的，这不会是最近的唯一一支。还要下宣言，听说只要把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有决心的跟大家讲，就更有那个动力会让你去完成。所以也想要预告一下，之后还会有更多的影片跟大家分享一下朝圣之路的故事。好了，目前就想到2个，一个就是真希望我在朝圣之路之前我就学会的3件事情。那第二个是在朝圣之路上遇到了3个很特别的人。那这3个很特别的人呢，就不会是我之前怎么讲，很常出现在我影片中的人，有点像是一个隐藏人物的角色，但确实也影响我蛮多的人。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一些故事。那谢谢看到最后的你，也想说，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天哪，当时有 YouTuber 都要讲这句话吗？好像是，天哪，好，就是如果喜欢我影片的话，欢迎帮我按赞、订阅、分享出去哦，开启小铃铛。天哪，所有 YouTuber 都在讲这件事情，可以讲别的吗？那如果你不喜欢如果你不喜欢我的影片的话，也是可以按不喜欢的哦。觉得开始学会世界上没有说一定要每一个人都爱自己，也可以有人讨厌自己的，同等于自己也不一定都要爱每一个人，我也可以讨厌人，不要让自己压力太大了，就觉得世界这么大，一切的一切都是有可能的，所以放宽心吧。好啦，我要来剪影片了，希望顺利。好啦，拜拜。觉得好像太久没有看镜头，还是有点紧张。好，还在这边偷偷看讲稿，没关系，都给大家看。不要再追求完美哦，才会导致一直没有办法录影哦。